那么你在哪一个层，我希望不是由你的出身决定的，不是由你的家庭决定的，而我希望更趋向于是由你的努力程度决定的。高考是不能改变人生，也不能改变命运，也不能改变阶层的。我们应该去探讨的、去反思的是这个游戏规则，而不是玩游戏的人。你好吗？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呢，衡中的一位张同学的一场演讲啊，真的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那他其中最出圈的一句话，或者是说最令人感到反感的一句话呢，就是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猪，我也要立志去拱城里的白菜。有的人说这孩子心胸太狭窄，眼界太小，说话非常的不体面。有的人说呢，他太极端，戾气太重。也有的人说呢，这个人就让人想起了充满仇恨的《人民的名义》里面的祁同伟。像这种人一定会为了某些利益会不择手段，并且他一旦让他得到了一点点的权利，他就会去报复社会，就会去做出很可怕的事情。那其中的这句话呢，我也理解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不适。猪拱白菜这个隐喻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会让人想起所谓的凤凰男到城里呢娶了一个这个城市里的女孩子，然后拖家带口的吸干抹净的去吸取女孩子家的财产。就以前有一部连续剧叫《双面胶》，那里面那个男主就是拖家带口的毫无羞耻之心的再去吸女方家的血。当然呢，这一场演讲最后呢被很多人扒出来，这个男孩子呢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穷人家的孩子，并且呢这一场演讲呢在我看来像一场衡中的宣传片。这一波营销真的是做得很好。就看过这个演讲之后呢，我其实是去 B 站搜了很多关于衡中的资料。衡中的生源和学费呢都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首先来说，衡中的生源呢，它一部分尖子生是每年呢这个学校都会去搜寻这个河北整个省的尖子生。普通班的学生呢必须要具备第一不穷，第二有关系，第三学习成绩是不错的。因为衡中的学费不是一个贫穷农村的孩子可以拿得出来的，他一个学期的学费是9000块，就是说一年的学费是18000，并且他的复读生一年的学费是25000。而衡中的这套模式呢，相当于说它是形成了一个教育的产业。这个产业呢是学校、政府和房地产商共同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成规模的教育产业。无数的北京的孩子，这个河北其他地方的孩子聚集到衡水中学，很多家长呢是过去陪读的。所以呢，衡中确实是一个高考的血汗工厂，但是绝不是我们想象的穷人阶级立志逆天改命的集中营。那再回到这个演讲，其实说实话，我看完这个演讲，我一个离高考结束已经过去10几年的30多岁的老阿姨，看完那个演讲之后，依然是让我这个热血沸腾。虽然说他那句土猪拱白菜让人感觉到不合时宜、不合适，让人感觉到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他的整场演讲在我看来，其实我是非常的有共鸣的。我自己呢不出生在农村，严格意义上来说我都不能算是小城市出来的人，但是我自己的童年真切地感受到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人和人的差距，阶层的不一样，眼界的不一样，人和人是多么的不同。我自己呢出生于80年代末，成长的年代呢是上世纪的90年代。我记得从小家里就非常的穷，我和我父母3个人住一个小房间，然后我别说有自己的房间了，我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床。我父母的双人床的床尾呢和墙之间有一个空隙，然后呢家人就在这个空隙当中摆了2个大箱子，我呢就常年在上面铺上棉被，睡在那个2个大箱子上，这就是我的床。后来我长高了之后呢，那个箱子是不够长了，于是就在箱尾呢再摆了2个凳子。我记得小时候我很羡慕同学有零花钱，我很羡慕别人可以放学之后去买一点小食品、小吃的，然后呢我特别想尝一尝那些吃的是什么味道，但是我又没有钱去买，所以我就跟在别人后面，等别人吃剩了把那个包装袋扔掉，我去捡扔在地上的包装袋，然后尝一尝里面的味道。每到夏天呢，非常热的天气，38到40度那种天，往往那种天气因为很多人家那时候
已经开始有空调了，很多人家会开空调，一开空调呢，这个电闸就会断掉，可能有1/3极热的夏天是没有电的，然后就更不用说自由的洗澡了，根本就不可能有热水给你洗澡。我当时是1个星期能洗1次澡就不错了。怎么洗呢？就是跟我妈去她单位上，用她单位的这个锅炉烧水洗澡，还要赶着那个点，踩着那个点，赶着那个时间去洗澡。我21岁的时候从国内来澳洲，那是我人生第1次坐飞机。我16岁的时候来大姨妈，我量比较大，所以我喜欢买那种带护翼的卫生巾，一包带护翼的卫生巾大概是20片左右，然后那个价钱是14.8块，我到现在都记得。后来呢，我被我妈发现了我买了这么贵的卫生巾，于是我妈就说我，你怎么能过得这么的奢侈呢？我到现在连这个最便宜的那种不带护翼的卫生巾我都舍不得买，我到现在一直都是用最粗糙的纸，用月经带来对付月经这个事情。来到澳洲之后呢，也是跟所有的留学生一样，住在一个很破的房子，房租很便宜的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无比的幸福。长到21岁，我都从来没有想过我能住到一个打开水龙头就有热水的房子里面。其实从小呢，我跟身边的孩子的生活呢，也是我自己知道是有一定差距的。可是呢，我深深的记得第一次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和大城市孩子生活有极大差距的，是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姥爷在看新闻联播，然后那个新闻联播就有10秒钟的画面，仅仅是10秒钟的画面，在播北京孩子的学校。我当时感觉到了深深的震撼，我就看到北京的孩子教学楼是崭新的，而我的教学楼呢，一到夏天就要用水桶去接那些雨水。外面下大雨，教室下小雨。每到冬天，你总会发现一定是有玻璃窗，就是那种老式的玻璃窗，它是没有玻璃的。然后每次坐在窗口的同学都冻得小脸小鼻子通红的。然后我们每到冬天，每一个人的手都是冻得通红的，经常是一到冬天冻手指冻脚趾的那种痒。南方是没有暖气的，屋里比屋外更冷，就是那种湿冷。南方是经常降雨的，可是呢，每一次下大雨我都必须是骑车去学校，因为坐公交车去一次回来一次就是2块钱。那2块钱在现在看来真的很少，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很奢侈的一件事。雨衣是不可能把你整个身体都包裹住的，所以从膝盖往下那一定是裤子从里湿到外的。当时是穿这个秋衣秋裤，上面叠着毛裤，上面叠着外裤，3层，包括鞋里面都是湿的透透的。但是你就是这样的状态呢，还要坐在那边上1天的课。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一到变天，我的手关节、脚踝、膝盖都是很酸痛的，因为这种折磨你不可能没有关节炎。再一个就是我看到北京的孩子，他们的课桌椅都是崭新的，并且是每个人一套课桌椅。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还记得，小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垫板，因为呢，就是这个课桌是老式的那种木头的，有很深的木纹的那种黑黑的课桌，你如果不用垫板呢，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写字的。还有呢，就是我看到北京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整齐的校服，这个是我非常羡慕的，因为从小到大，我是每一年要到过年的时候，我才能买1套衣服，我剩下所有的衣服都是我堂姐表姐穿剩下来的，并且我的内衣内裤全都是我姥姥用缝纫机做的。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我就觉得怎么北京的孩子他能有那么好的资源，一个班只有40-50个人，而我们一个班有70多个人，你不得不绞尽脑汁把你的成绩弄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让老师可以看到你，让你调换座位的时候你可以坐的尽量靠前一些，因为你如果靠后的话你是看不清黑板的。真的是没有分别就没有羞耻，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当时只是看了10秒钟的新闻联播的片段，而我们看到这个演讲的这个张同学代表的很多真正贫穷的孩子，他们现在信息发达了，他们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人的阶级的不均等，生活环境的极大不同，那种震撼我觉得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不甘、愤懑、压抑、委屈、自卑，是我真的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
但是我们想想，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就是很多人在说他，你怎么戾气这么重？你怎么这么肤浅？你怎么眼界这么狭窄？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狭隘？这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对于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人想要出生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想要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舆论的导向，有一点把年轻人的三观给带歪了。我就记得以前的选秀呢，都一定有个环节在哭惨，但是现在的选秀呢，似乎大家都在彰显自己有多有钱，而观众呢都是非常崇拜那些富二代，仿佛是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心态平和，才配善良。《甄嬛传》里机关算尽的一定是那个出身贫寒的安陵容。流金岁月我就更迷惑了，男二努力，但是因为贫穷，就一定是机关算尽的。男二贫穷的前女友一定是大反派，而我们的男主，你就感觉他油腻的都能炒一盘菜了，但是因为出身好，所以善良正直。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生而贫穷的人，都是默默的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更好的生活，并不代表他们就会破坏社会，而善良也绝不是富人的专属。我们很多人要的不是说把别人踩在脚下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要的东西很简单，无非就是之前我发现了我过着猪过的生活，我看到了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也想做一个人。之前我是跪着的，后来我知道了站着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也想像一个人一样生活，我也想站立着生活，这过分吗？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的去指责和苛求穷人呢？等有一天我真正的开阔了眼界，我真正的见识了、学习了、受过教育了，我就会明白，我穷不是我的错，他富也不是他的错。我们应该去探讨的、去反思的是这个游戏规则，而不是玩游戏的人。我其实理解很多女孩子妈妈的担心，就会觉得这些所谓的土猪真的特别的可怕，凤凰男加底层互害，再加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你们不觉得吗？要消除这种戾气，消除这种仇恨，消除这种互相伤害，不是一味的责怪他们，不是一味的把他们绑定在农村，不是一味的把他们固化在最底层就可以解决的。人都是想要站起来生活的，人都是渴望向上攀爬的，是社会的固化，是这个体制的问题，而不能把所有的错都归罪到穷人身上。而且你们不觉得吗？相比于这种小人诈富，那些既得利益者自己爬上了高位，就拼命的想撤掉向上攀爬的梯子的那些人，更让人恶心，更可恶嘛。我发自内心的不想要这些梯子被撤掉，因为我觉得即使这个社会就需要3、6、9等的把人分层，就需要阶层的固化。那么你在哪一个层，我希望不是由你的出身决定的，不是由你的家庭决定的，而我希望更趋向于是由你的努力程度决定的。如果我花100分的努力，在我下层的人花200分的努力，他过得比我好，我会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因为他值得这样的生活。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高考的意义。很多人都说啊，这种高考的血汗工厂，他把高考这件事情神化了。其实呢，高考是不能改变人生，也不能改变命运，也不能改变阶层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高考依旧是穷人家的孩子在一生当中遇到的唯一一次相对平等的机会。高考能让一只猪过上人过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些学校的老师要对孩子进行这种仇恨的教育，要在这个孩子的心里播下一个仇恨的种子？因为如果没有这一股强大的恨意，这种机器人式的学习，这种把自己当成机器人的这一段时光，他是过不去的。很多人就会说，像这种人眼界不开阔，只是做题机器、高考机器，他们以后到社会上也会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我想说，你们错了。我可以说，在我们的整个人生当中，真的很少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跟高考那一年的压力相抗衡的。所以你们说这些人没有见识，你们说这些人这个其他的能力不强，我告诉你们，一个可以抵抗过高考那一年的压力，取得很好成绩的人，再让他去学交际，再让他去学这个领导力、演讲力和其他的各项能力，他都可以很快的去掌握。因为本质上学习，你学什么东西都是相通的，学习进步一定是痛苦的，一定是需要你的毅力和耐力的。如果这个人有这样的毅力和耐力，有这样向上攀爬的决心，他干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差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跟所有穷人家的孩子，所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说，不要怕，你不要怕别人怎么样去恶意揣测你，你值得一个很好的生活，你值得站起来生活。欢迎点赞订阅，也别忘了抱抱那个努力的自己哦。